大家好，这里是鹏鹏美食坊。苹果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它。它不仅脆甜多汁，而且营养价值也特别的丰富。它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生素 A、维生素 C 以及 B 族维生素等。而苹果我们通常都是直接吃，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种苹果的新吃法，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先把苹果清洗一下，将苹果表面用水淋湿。洗苹果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加上一点食盐来搓洗，食盐可以起到杀毒消菌的作用，并且现在的水果说不定就有农药残留，所以吃苹果之前一定要用食盐来搓洗，这样洗出来的苹果我们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也会更加的卫生哦。将整只苹果都用食盐给它搓洗一遍，然后用水再冲洗一下，将表面的食盐残留冲洗掉就可以了。最后就得到了一个清洗的非常干净的苹果。接下来把苹果放在菜板上，把苹果从中间一分为二，然后再将苹果从中间分开，这样方便我们将苹果核给它去掉。如果不去掉苹果核，吃起来它会大大的影响口感，因为苹果核它的口感相对比较酸涩，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去掉哦。最后我们只需要把苹果给它切成薄片即可，这样可以让苹果当中的成分释放的更加充分。切好之后，先把它放入盘子中备用，然后准备一块生姜洗干净，洗的时候建议把生姜皮给它刮掉，因为这块生姜放置了时间不短，表面有很多已经干枯了，所以将这些干枯的地方一定要给它刮掉，以免影响口感。生姜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调味品，其实它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因为生姜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姜辣素。直到把生姜皮全部处理干净就好了，最后用水冲洗，就得到了一块非常干净的生姜。再把生姜同样给它切成薄片。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在这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谢谢。直到将整块生姜都给它切成这样的薄片，然后和它放在苹果一起备用。再准备一块红糖，由于我没有红糖沙，所以像这种红糖块，我们可以用擀面杖给它碾一碾，将它碾碎，这样才可以有助于红糖融化的更快。直到将红糖敲击成这样就差不多了。当然，这样碾肯定是不能碾到红糖沙那样碎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红糖沙，建议使用红糖沙哟。把红糖碾碎之后备用，然后找出一个密封罐，如果没有密封罐，也可以用一个大碗来代替。密封罐长期未使用，这里我们可以用开水给它烫一烫，烫上10分钟左右。开水它不仅可以起到一个杀毒消菌的作用，还可以很好的去除瓶子当中残留的异味。泡上10分钟过后，再把里面的水倒掉。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用一张纸巾把瓶子里面的水分残留给它擦拭掉即可。处理好密封罐之后，
现在可以把切好的苹果和生姜全部放入罐中，然后再把碾碎的红糖也倒入罐子当中。最后找出你家里面的白醋，然后将白醋倒入罐子当中，直到白醋将里面的苹果以及生姜全部淹没为止。白醋它是我们很常见的调味品，无论是瓶装的或者袋装的都可以，并且白醋它非常的便宜，一袋就1.5块到2块钱，而这样一瓶也就4到5块钱。直到白醋将所有的食材都浸泡好，接下来需要用筷子搅一搅，这样有利于倒入里面的红糖沙更加均匀的融合在白醋里面，否则泡出来之后，红糖它的味儿就会叠加在一块儿，那样泡出来有的地方酸，有的地方甜，所以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最后再将盖子盖上，咱们给它泡上2到3天。如果温度高的地方，建议给它放在冰箱里面保存哦。泡好之后，咱们将苹果取出，打开的一瞬间，你也会闻到浓浓的苹果香味儿。这样一罐白醋泡苹果就制作好了。那么这样制作出来的苹果怎么吃呢？其实吃法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每天吃上4、5片这样泡好的苹果，坚持吃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有大大的惊喜和发现哦。不要看做法和吃法都非常简单，作用却非常的不简单。在这里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不该说的不让说。如果你知道白醋泡苹果的作用，你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哦。当然，不光里面的苹果我们可以吃，而白醋我们也可以当做调料品使用。比如说你平时吃水果沙拉或者吃面条之类的，也可以盛出一勺里面的白醋放在里面，这样和苹果泡在一起的白醋吃起来就是苹果醋的感觉。关于白醋泡苹果，如果你还有更多的建议或者意见，也可以在下方分享出来。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拜拜。